大人，侯府将三夫人送过来了，装麻袋里送过来的。他这人运气不好，掏心掏肺为了一群白眼狼。走，去看看。是。怎么是你？侯府二夫人虽不如28风华的小姑娘娇嫩，却也是风韵犹存。萧大人，不知还满不满意？大人，我那二嫂没有满足你。你说呢？你还真当我挑啊？说吧，今晚怎么回事？我在侯府的处境，大人应该也都知道。今晚若不是我的婢女激情，那装进麻袋里的人就是我。我是真的心寒。事已至此，我能做的便是保全自己的名声。过2日二爷叫我回府，天大的喜事。可喜过后，骚名骂名全由我背。还有二爷若是知道我用身子讨好你，才得以让他脱罪，你看那迂腐的性子定会辱骂我。那时我在侯府的处境只会更难。说重点。我想要你。我想让你今晚要了二夫人。你再说一遍。只要让侯府的人知道二夫人服侍过你，这样二爷被放出来之后，大家就会认为二夫人讨得你的欢心，以后立功劳的是她，舍命救夫的也是她。这往后再有唾沫星子，也是最先喷到她的脸上。这帮白眼狼这么对你，你就没想过离开侯府？我还没让侯府这群人付出代价，怎会轻易离开？萧大人，只要您肯帮我这一次，往后我便委身大人，从此便是大人的人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本官虽然风流，但也不至于什么老咸菜都能下咽。不如你给想个法子。只需要脱了衣服扔到床上，做个假象就行。好，依你的意思办。夫人如何？你们家夫人出马，还有不成的？走。这萧延年居然找了个算命先生，什么依我的意思？我哪是这个意思？这下糟了！嘘，这事儿是萧延年做的，也算是二夫人自作孽，我只是自保罢了。走吧。
对了，夫人，天刚亮的时候，二夫人被萧府的下人送回来了。听说回来的时候人晕死过去，衣衫不整的，明人一看就知道发生了什么。若非他要害我，也不至于落得这般下场。您还可怜他，我又不是萧延年一流，随心所欲的害人。我只是一报还一报。走吧。来人，把他给我绑了！是。母亲，这是为何？母亲，这是为何？为何？你给我装什么糊涂啊？分明是你把老二家的塞进了麻袋里，把他送进了萧府。难道不是二嫂为了救二哥大义现身？二哥二嫂夫妻情深，虽是弃了清白，但也着实令人佩服啊！你给我放开！母亲之前怎么说的？让我舍身为侯府，这家里啊，只有我年轻貌美，讨好那奸臣最合适不过。哼！可原来这二嫂风韵犹存，眼下应该还起不了床吧？你要干什么去？你要做什么？这不，昨日二嫂啊给了我一瓶软膏，说我伺候那奸臣就可用上。我觉得二嫂啊比我更需要他，这不赶紧给他送来了吗？你给我回来！回来！宁思瑶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不过区区侍郎府出身，我乃中永伯府嫡女，你敢算计我？你敢？我杀了你！听闻二嫂常诵佛经，不知这一句种如是因，得如是果，如何解？你本就下贱，就该做这种下贱的事。这就是二嫂念的经。二嫂青面怒容，满嘴恶言，原来这就是你的真面目。这以后啊，怕是去不了小佛堂了，会脏了佛祖的眼。哦，不过呀，这说到脏，昨晚那算命先生是挺脏的。你都看到了，要不我去听二嫂解释一句，说那萧延年根本没看上你，你就随便打发了个算命先生。闭嘴！算了，哎，不说就不说了，给二嫂留个面子。这谁让我心软呢？呸！夫人，我曾经也把他们当作亲人，可他们怎么对我的？偷我嫁妆，辱我尊严。如今为了救二爷，让我爬上萧延年的床，让夫人卧病在床，我衣不解带的在旁侍奉。大夫人去世，我守夜哭灵送她出殡。二夫人礼佛，我捐钱建庙养她终老，甚至下面的几个孩子，哪个不是我给他们成家立业？罢了，这样的亲人，如同豺狼，就当割舍。以后你和子建
就是我在这个府上唯一的情人。夫人，不好了，二夫人要在咱们三房院门口上吊。走。宁思扰，你欺我、辱我，我便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哎呀，老二家的，你赶紧给我下来，下来！宁思柔啊，宁思柔，你就是个祸害！当初我真不应该让老三娶你，你害得我们侯府不得安宁。我只有忍气吞声，才有安宁吧？伶牙俐齿，你咄咄逼人，难道这便是你对长辈的态度？我奉劝你，赶紧给你二嫂跪下磕头，求得她的原谅。我为什么要给她道歉？这是什么道理啊？老夫人，锦衣卫传话说是能去牢里看望二爷了。啊！哎呀，天大的好事啊！看来那奸臣对二嫂是颇为满意。二嫂为了救二爷，想必昨晚定是使尽了浑身解数吧？放开我！老二家的，为了能让老二早些回家，这件事儿还得委屈你。今天晚上我送你去萧府。母亲，你怎么说出这样的话？难道你不希望老二早些回家吗？我绝不再去。由不得你，快点！干什么？放开！母亲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萧炎，您这混蛋也太怂，竟然还有后招！哎呦，夫人，二爷，你总算是回来了！回来了！快进屋！二爷，这个贱妇竟然做出如此不知廉耻之事！你让我要怎么做人呢？我！二爷，你给我滚！给我滚！夫君，我原以为你会心疼我，这下原原本本的和你说了，没想到你竟逼我去死！我没脸活，你杀了我吧！还没脸活了，我打死你！好，老二，万万不可呀！娘，你莫要糊涂啊！她可是中用伯府的嫡女，你若杀了她，可就惹了大麻烦了。再说了，这薛氏到底还是为了救你吗？如果你实在是嫌弃她，大不了为娘再给你娶几房小妾，你以后不住她那院子就是。女人而已。我到底是造了什么孽？你们这样对我！你闭嘴吧你！一个失了节的女人，能留你一条性命，你就得感恩戴德。对了，你以后回娘家的时候，最好不要乱说话。你们中永伯府也是好面子的。你给我注意点！上辈子这本该是我的下场，上辈子你们怎么辱我，这辈子我便怎么还回来，这只是个开始。夫人，不好了！账房老冯来说，您的嫁妆全没了，竟是老夫人卖的。什么？还能追回来吗？你那契书是白词，谁拿就是谁的了，追不回来了。走，去东院找老夫人算账。哼，到底是小门小户的啊！都嫁进侯府3年了，还如此没有规矩。母亲把我陪嫁的铺子全卖了。是啊，你的嫁妆搬进了侯府，便是侯府的东西。我作为侯府的祖母，变卖我自家的东西，还需要跟你商量不成？真是笑话。好啊，那我就到街上说说去，
看看哪家的婆婆变卖儿媳的嫁妆还能理直气壮的。你敢！我晋安侯府堂堂8大世家之一，还怕你这种无赖的手段不成？来人，是把他给我锁在院子里，没有我的同意，不许他出来。你，是，走，快走！让开我！走，小丫头片子，整不死你！重回一时，我只顾着复仇了，倒是小瞧了老夫人在这侯府中的地位。好在侯府钟馗还在我的手里。子期，夫人有何吩咐？先把账房先生偷偷带来，还有账本一同带来。夫人，您这是要做什么？啊！夫人，人和账本都带来了。三夫人，为何突然查账，还这般架势？这你就别管了。这一项每月支出100两，是用来做什么？这是老夫人接济远房亲戚，你应该知道。我当然知道，我还知道这钱送到哪儿了。我可是活了一辈子，临到被那对奸夫淫妇毒死才知道，这门亲戚竟然是自己的夫君。先停了吧。这老夫人那边怎么办？你每个月的月薪是多少？3两银子。我给你涨5两，你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了。我这就停了救济，请三夫人放心，账面一定平得干干净净，不让老夫人看出一点痕迹。走。孟子轩，你不是逍遥自在吗？我看你没有你娘的接气，还怎么逍遥？老夫人，刚才有位夫人在侯府门口，说是把这封信给您看，您就会明白了。什么？我问你，刚才那个妇人可还在？送完信便走了。宁思柔，我问你，你为何没与我商量，便断了我们侯府那边远房亲戚的月钱？母亲不也没问我的同意，就变卖我的嫁妆吗？别跟我说这些没有用的，我不管。你赶紧给我续上，否则侯府的钟馗你也不必掌家了。听母亲这么一说，我倒真想见见这穷亲戚。毕竟我在街上喂条狗都能听个响声，接济了这门亲戚这么久，怎么也不见他登门给我道个谢啊？你话可真多。哼，你现在不是掌事了，这侯府的事情就不用你操心了。这禁足嘛，就免了，你就好自为之吧。哼。这老夫人怎么就收了您的掌家之权呢？这往后您在侯府的日子不得更难过呀？这钱都没了，还掌什么家呀？哎，对了，我让你打听西郊那块地怎么样了？是杜公府的。那只能去求萧延年了。大人，建安府的三夫人来了。哦，看来是处理完了他那个白眼狼的二嫂，让他进来吧。让三夫人看到这种场面，有损大人的名声吧？
你家大人我呀，什么时候名声好过？哎，请。哎，嗯。萧延年吃错药了，明明上一世美女环绕，哪里会如此注重形象？大人吃错药了？不是说好不在意名声的吗？怎么会变得如此之快？哎呀，男人呐！哎，请。萧大人万福，思柔深夜叨扰大人的雅致，还请萧大人恕罪。那三夫人打算怎么陪我？我来找大人是有要事相求，我想要西郊那块地。三夫人，不如先把上次求我帮你复仇二夫人的报酬还了。我这人不喜强迫，这样吧，三夫人不如就这样为我弹奏一曲，我便答应你。当真？这个大奸臣什么时候这么好说话？还是说我上辈子错怪他了？要是上辈子我们也能这么和谐，那该有多好。说要扶正仙，在描摹浮世前。奸臣，去死吧！小心！小心！你怎么？不是，就是受了惊。你手臂受伤了，我给你包扎一下。大人为何如此看我？方才的刺客是你安排的吧？我你以为演绎出舍身相救的戏码，就能让我从此对你感恩戴德吗？你未免太小看我萧延年。我只是不想出任何的差错，没想到大人答应的如此爽快。滚！可最后和你。
我这是怎么了？他只是眉眼比较相接近罢了。夫人，那大奸臣都答应帮您了，您怎么还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？停车！掉头回萧府。啊！走！你就不该生下来！你这个野种贱种！野种贱种！你怎么回来了？我怕你死了。来。你还真是心狠呐，竟然在剑上抹毒。那我这不是回来了吗？忍着点啊。好了，这一觉可以睡个安稳觉了。这个药给你，1日3次，不出1周便会痊愈。就怕秋风翻开思念的一圈圈一片片，那一年月下飞过你干什么？你说我干什么？当然是拿回属于我的报酬。怎么回事？他哭了，还为了萧妃倾尽所有，甘愿做牛做马，甚至将她扶上太后之位。传太后懿旨，萧延年意欲谋反，罪不容诛，不宜极刑，立即执行。就没想到被自己最亲爱的人亲手斩杀，说到底也是个可怜人罢了。那个，不早了，大人要是没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站住！西郊那块地的事情，明天第7便会送到你手上，但今晚的事情你不许对外说一个字，否则我就让全京城人都知道，靖安侯府3夫人在萧延年的府上夜不归宿。你夫人，萧府送来的信件。真没想到他竟然说到做到。紫金念云，走，去趟西郊。你们搞错了吧？起开！这块地有主了，人家告了你们，说你们无缘无故占了人家的地，甚至还盖了房子，这细究起来可是犯法的。走走走！你们这是要干什么？
嗨！可是我问过当地的村民，他们说这块地没有主啊。人家给我们查验了地契，白纸黑字，还有官府的公章，这能有假？那这块地是谁的？大不了我跟他买了。人家说了不卖。我跟你们说，这块地上我在这盖了房子的，这里就是我们的。你们官府也要讲道理啊，也不能欺负我们老百姓啊！跟我们耍无赖是吧？哎呀，你们非要撵我们，我们就没地方住了。我还不如抱着个孩子，我一头撞死在这儿。要死上一边死去，别脏了人家的地儿。夫君，现在怎么办呀？天哪，是三爷，他没死，还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和私生子。夫君，怎么办呀？你快想想办法呀！我们先进城，找间客栈住下，大不了咱们就回侯府吧。可是，府里那位夫人能容得下我们吗？现在不是他能不能容得下你们，而是你能不能容得下他。你若介意，我便休了他。一切都听夫君的。三爷饱读诗书，竟能说出如此厚颜无耻的话来。上辈子他还做出过更厚颜无耻的事。走。真是让人羡慕的温馨小园，怪不得相公宁可假死，也不愿意回侯府。紫金，烧了吧。嗯。下一步就该让你带着那贱妇跪在我面前。夫人，是他。来得正好。哎呀，宁云，我荷包不见了，快帮我找找。啊，好。看看里面有什么呀？哇，这么多钱！我们饿着肚子无家可归，他倒是过得滋润。夫人，我带你下馆子去。站住！啊，夫人，是他偷的。人赃并获，别想狡辩，报官！哎，不能报官呀！我这荷包是在地下捡的，真不知道是夫人您的。您说这话，您自己相信。来，拿着啊！子金，报官。走！哎，爷爷，不能报官，要不然呢，你会后悔的。好。哼！哎呀，宁思柔，你好好看清楚，我是谁？你是谁啊？你不可能不认识我，你给我好好再看清楚。他是孟子轩，你夫君。真的假的？这侯府三公子不都死了3年了吗？就是啊，他消失了3年，回来还带着女人和孩子，怪不得前几日三夫人要上吊呢。是啊，是啊。我夫君早就死了，
整个圣经谁不知道？你说他是我夫君，莫不成我夫君从地府钻出来了？哎，对哈，就是，怎么可能是三公子？胡说八道！我没死。你虽与我夫君长得像，但定不是他。我夫君若活着，定会回来主持大局；若活着，定会和圣上说清楚来龙去脉，还将士一个清白；若活着，怎会躲起来娶妻生子，完全忘了国家大义，忘了一个儿子、一个丈夫、一个男人的担当。所以，不要侮辱我的夫君。我当时身受重伤，我也身不由己啊。他真是孟子轩，你夫君堂堂晋安侯府的三爷，你别让他报官，咱们有什么事啊？咱们回府再说啊。你说他是我的夫君孟子轩，那你是谁？你不是口口声声叫他夫君吗？是啊，就是是啊，这是谁啊？都在外边嚷嚷什么呢？宁思柔，你还嫌丢人不够吗？赶紧给我滚回去！老三，娘，母亲是孩儿不孝啊。这怎么能怪你呢？要怪就怪那个毒妇，要不是他私自停了你的救济，你也不至于沦落到偷钱的地步。原来母亲早就知道三爷还活着。娘，你没事吧？娘，夫人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叫大夫呀！我的天哪，原来老夫人一直都知道，这不是坑三夫人吗？她一个妙龄女子被迫守寡，还要养活这么一大家子人，真是太惨了。对呀，对呀，就是啊！娘，快叫大夫呀！一会儿再找你算账。孟子轩，你想要世外桃源般的恩爱生活，不可能。这侯府我定会亲手毁掉。老三，娘，今日我带着惠娘和您的孙子来给您请安了。哎呀，你看你们回来了就好啊，就好。老三，你这几年在外边全靠惠娘的照顾，既然已经都回府了，就好好的安顿下来，让娘也享受天伦之乐。是，都听老夫人的。好。母亲可曾问过我这个正牌夫人可否愿意？我让谁进门，还轮不到你来做主。3年不见，他怎么如此大胆？以往他从不会顶撞我，怎么如今却……夫人，您容不容得下我无所谓，我可以走，但只求夫人能容得下这孩子。这孩子可是三爷的亲生骨肉啊！惠娘，你不必如此。这个女人在府里挥霍无度，而你却给我生了儿子，你的功劳比她大多了。要走，也是让她走。行了，思柔啊，我理解你一时无法接受，可这话又说回来了，这男人3妻4妾不是很正常吗？你先回去好好想想，什么时候想通了，我们再谈也不迟。去吧。哎，你岂有此理！哼，夫人，他们也太过分了吧？这不就是把您架起来吗？您若不答应，便是不识大体；您若答应，那也太委屈自己了吧？能离开孟子轩，我求之不得。不过在离开侯府之前，我定要让整个侯府身败名裂。娘，我离开这3年，这个女人怎么变得如此的蛮横无理呢？几年前还算温顺，可最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，变得如此牙尖嘴利。老三，你放心，娘都这把年纪了，什么样人我没见过。只要有娘在，我定不会让我的小孙儿受到半点的委屈。至于那个宁思柔，正房夫人的贵职，哼，他让也得让，不让他也得让。
惠娘，儿媳啊，谢过老夫人。还老夫人老夫人的。儿媳，谢过母亲。来，让祖母看看。来尝尝这个。夫君。哟，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啊。哎呦，你今日前来，看来是我昨天跟你说的话，你想明白了？想明白，为何一个未过门的外室和私生子都能登堂入室主桌用膳，而我一个正牌夫人却要退位让贤？哼！看来我就不应该来这儿，让三爷为难了。我这就带着孩子离开，在外面是死是活，定不讨扰侯府。走。惠娘，你可不能走。可是我哪还有脸呢？你怎么没脸了？你跟我拜过堂，是我孟子轩名正言顺的娘子。可是三夫人定不好容我们的。哼，你别废话了。惠娘如今是我的娘子，也给我生了儿子，你接受不了也得给我接受。再说，惠娘知书达理，同意我不休你，如今可以与你平起平坐，你最好给我识趣一点。是啊，这哪个男人不三妻四妾呢？那是呀，二嫂都能同时伺候2个男人，那还有什么是不能接受的？看来大家都已经接纳了这位心腹，那我也该知好歹，我这就回偏院去。三夫人的位置，我给她就是了。哎，老三，你去看看他到底几个意思啊？若是这件事情处理不好，对侯府名声有损的，最好是让他心甘情愿的迎惠娘进门。娘，去呀，快去！我是真的有苦衷的。当时我身受重伤，若不是惠娘相救，我定是活不成的。她是我的恩人，自然也是你的恩人。这恩人抢了我的夫君，还让我守了一辈子的寡，可真是天大的恩情。若是他当时就将三爷送回来，我定磕头重谢。可现在呢，三爷都与他生了孩子，我真的是有苦衷的。那我就问三爷一句话：若是我没有断了旧情，三爷是不是准备一辈子都不回来了？那我岂不是要给三爷守一辈子寡？这男人三妻四妾很正常。现在人既然已经带回来，你就得认。若你贤惠些，就该主动提出纳惠娘为平妻；若你一味刻薄，就休怪我不讲情面。那又如何？哼，我休了你！好啊，那就让三爷写一封休书，我立马离开侯府。你给我等着，我现在立刻就去写。哼，那你就去写。哼，夫人，等拿到休书，您就自由了。咱们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，再也不用受他们的气了。他才不会写休书呢。可他话都撂下了，还能反悔？现在整个侯府都靠我的嫁妆救济，若是没了我的救济，他们还能维持多久？他们还指望我这个教书先生继续为他们侯府挣钱呢。
夫人，还真被您说中了。三爷的休书到现在也没送来。三夫人，三夫人，您母亲来府上了。母亲来了，走，去前厅。当初两家联姻，原本我是不同意的，毕竟我们侯府门第高，你们家跟我们差一大截呢。这结婚3年，我厚待你们的女儿，可她尖酸刻薄，没少顶撞我。婆母这说的什么话？我什么时候顶撞你了？我好心来看望你，却吃了顿教训，你可真是给我们宁府长脸。哼，我原本想是门第不小，至少是书香门第吧，至少这礼数和规矩是好的吧，不想一无是处。那就请老夫人一条一条列出来，我也好当面教训他。若真是一无是处，我便把他带回家，不浪费侯府的粮食。我好心好意教他规矩，可他倒转头闹得街头巷尾，人尽皆知。婆母的规矩是让我一人在外赚钱养家，在内主持中馈，赡养侯府上下吧。你还断我月钱？我所有的嫁妆都补贴家用，只是不想让婆母救济那些穷亲戚，毕竟咱们侯府都已经揭不开锅了。你还不救你二哥？你置他的生死于不顾。既然婆母说这话，那我就不怕丢人。婆母让我去伺候。闭嘴！我不怕丢人，但婆母不还得顾及侯府老夫人的脸面不是？你瞅瞅啊，这就是你的好女儿！我说一句，她顶我一句，句句戳我的心窝子。婆母，我这是在跟您讲道理好吗？闭嘴！娘，打得好！这等泼妇，你要领回家便领回去，我们家不要了。他不懂事，您管教便是。但要说合理，我们也没话说，只是把嫁妆补上就行。子轩既然回来了，休不休的还得他说了算。我这岳母登门，他躲着藏着，什么意思？你在战场上可看到思琪了？他是不是跟你一起运粮了？你活着回来了，他呢？他呢？3年前出征的事情，朝廷追查了那么多遍，好不容易才松了口气。你是要再查一遍吗？莫子轩，你敢再顶撞我娘一次，我定不饶你。他没有和我一起运粮，想必是死在敌人的长枪之下，被扔进了万人坑，一把火烧了。你身为姐夫，你为什么不好好保护他？我都自顾不暇，哪有力气保护他呀？错在我，当初就不该把女儿嫁给你，她也就不会撺动我儿跟你们出征。娘，娘！母亲，母亲保重身体。弟弟，闭嘴！你没脸提您弟弟。侯府要休你，我们管不着。但你被休之后，千万别到我们宁府门前，我们丢不起这人。母亲，
你因为弟弟的死恨我，可我鼓励弟弟去参军建功立业，真的错了吗？你竟然还觉得自己没错？我没错。母亲，你我母女情早断，今日我再说一句，从今往后，生死不见。母亲。生死不见。上一世，母亲至死未见我一面，确实说到做到了。娘！老夫人也真是的，怎么能对自己的亲女儿说出这种话，还害您林雨受了风寒。念云，休得无礼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夫人，惠娘要杀人了！走，扶我去看看。还是要不让人好好休息了？夫人，惠娘她要杀人了！站住！你看我不杀了你！夫人，夫人，救命啊！夫人，惠娘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说，你为什么要勾引三爷？你和三爷究竟怎么回事？夫人，你可要为奴婢做主啊！惠娘这几日因为名分的事情和三爷吵得不可开交，三爷被吵烦了，昨日喝多了酒，来找奴婢吐苦水，说情到深处时，自然就顺理成章了。你个贱人！你竟然在我眼皮子底下勾引我夫君，我杀死你！惠娘，这话听着怎么像在骂自己？你放肆！你才放肆呢！把刀放下！你这个毒妇竟然敢打我，现在还想要杀人！孟子轩，你忘了你给我说过那些誓言吗？你说过你只爱我一个的。我可是堂堂的侯府三公子，这辈子怎么可能只守着你一个女人呢？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呢？你只不过是一个乡野村妇，我能给你名分，已经算是对你仁至义尽了。姑娘别看！孟子轩，这辈子你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报应。哎呀，老三呐，你怎么说走就走了？你让为娘可如何是好啊？夫人，准备好了。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去呀？老夫人这还看不出来吗？你们要离开侯府？老三刚走你就走，你还要不要点脸啊？当年侯爷和大爷战死，二爷入狱，三爷假死，那时候大夫人回了娘家，二夫人在佛堂，您称病在床，所有人都撒手不管。原来这种行为叫不要脸。哎呀，你好歹得给子轩守个孝吧！你这个魏王人，起码要给他守孝3年，你才好离开我侯府啊！不然会让外人嘲笑你，嘲笑你们宁府的。老夫人可能有所不知，我与孟子轩早已和离，并且有了官府的盖章，所以我不是什么魏王人，我跟他早就和离了。我与你们侯府
没有任何瓜葛。你来人！就算你有和离书又如何？只要我不让你出府，你便出不去。你这是犯法！你一个小小的侍郎府，就算我杀了你，闹到陛下那里，陛下也会顾及我们8大世家的面子。哼，动手！住手！我留就是了。你想我怎么样？老三死了，老二自打回府便把自己关在房间里。可这侯府上上下下几十张嘴的开销和用度都需要花钱，这笔花销就由你来负责。你无耻啊！无耻！只要能维持侯府的面子和尊严，随你怎么说。没想到8大世家之一的靖安侯府，竟然落魄到要靠一个离异的女人。敢问萧大人，我靖安侯府所犯何罪，竟能惊动大人如此大张旗鼓闯我侯府？当然是来接我的人回府。好啊，宁思柔啊，宁思柔，你果然是个浪荡的狐妹子。当初你还要死要活的样子，没想到你早就爬上了这个大奸臣的床了。老夫人，这是什么话？我与孟子轩早已和离，我与萧大人情投意合，有何不可？宁思柔，我警告你，若再敢对我的人动任何心思，我让你靖安侯府偿命。你七爷不必着急，宁姑娘只是风寒未愈，加上惊吓过度，好好休息便好。送大夫出去。是。果然跟10几年前那个天真浪漫的小女孩不一样了。希望以后我能找到一个高大英俊、有男子气概、文武双全的如意郎君。姐姐，看我今天够帅吗？人类。对不起。喂，方才无意间听到姑娘许愿，觉得甚是有趣。姑娘家瞎许罢了，公子见笑了。姑娘花容月貌，定能寻得如意郎君。若是没有，我娶你如何？我长得不赖吧？姐姐，爸妈喊咱们回家吃饭去。这姑娘真有趣。可惜后来发生了太多事，我们各自都有了身不由己的人生。七爷，您擅闯靖安侯府的事被督公和陛下知道了，陛下正发火呢，宣您入宫。
我有急事要进宫一趟，一时半会儿怕是回不来。照顾好你家主子，别出萧府。现下整个圣京，能保你主子安全的，只有这里了。是。姑娘，你终于醒了，我这就去让厨房做些好吃的。我怎么会在萧延年府上？萧大人把您带出侯府，您就晕倒了，是萧大人救了咱们。那他人呢？进宫了。听小厮说，萧大人擅闯侯府，激怒了圣上，所以看来建安侯府远比我想象的难对付。想彻底清除建安侯府，就得连带着8大世家一同连根拔起。只是没想到连累了萧延年。小七，你跟靖安侯府那个寡妇到底什么关系？竟然为了她擅闯靖安侯府，你知不知道8大世家今天差点将朕的宫里给掀翻了？陛下息怒，我看呐，小七就是缺少个夫人看管着他，也是时候给小七物色个夫人了。爱妃此举深得朕心，不知爱妃可有人选？臣妾倒觉得永昌伯爵府的嫡女原是不错，听闻她呀仰慕小七已久。哈哈哈！好，朕就做个媒人，给他2人赐婚。小七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为什么？他为什么要安排我的婚事？他是为了救你。皇上多疑，关于你与萧妃在宫中的传言，他早就不满。你这次私闯靖安侯府，正好给了圣上治你罪的把柄。他不这么做，你们都得犯。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这些都是你为他征战留下的伤疤。上辈子我总是想，这要是为了我该多好，可在你的心里，我终究只是他的替身罢了。思柔，我想，你是我上辈子爱惨了的男人，却最终也没有结果的男人。我原以为这辈子我不会再爱上你，可好，既然逃不过，那就享受彼此在一起的短暂时刻吧。阿柔，等我处理好一切，定会娶你。也算是给自己的感情一个交代吧。七爷英俊潇洒，这衣服可真配咱七爷呀！没想到咱们七爷这么快就被陛下赐婚了。哎呀，听说是永昌伯爵府的嫡女呢，还真是郎才女貌啊。不过听说是侧室。这辈子我终究还是要看你成为别人的丈夫，可明明我早就知道是这样的结果，为什么我的心还是这么痛？
快请快请！今天可真是个好日子。下面有请新娘子入场。哇！哟，袁姑娘，我表哥临时有任务在身，没法来和你拜堂了。不知这婚事算不算成呢？自然是成了。本郡主问你了吗？郡主，您若高兴，就多喝2杯喜酒。郡主大喜的日子不好闹难看。本郡主哪里闹？我不过是想敬侧夫人一杯。郡主，妾身不胜酒力。怎么，本郡主敬你酒，你不喝？哎呦，这是干什么？哎呀，你怎么往自己身上泼呀？哼，就算你是表哥的侧室，我也绝不会让你好过。正夫人的位置只能是我的。姑娘，听说侧夫人拜的空堂，还被郡主当众羞辱。哼，不意外。上辈子宁安郡主可是爱惨了萧延年，怎么会容忍萧延年身边还有别的女人呢？